今天是我27天南极旅行的第9天，我们正在往南乔治亚岛的方向行驶，计划会在海上行驶2天。今天我们会路过一个特别的岛屿，名字叫 Elephant Island。那是一个关于700天滨海历劫的故事。故事要从1914年的8月开始说起。有一个名叫沙克尔顿的船长，带领了27名船员，行驶着他的坚忍号，从英国港口前往南极探险。当坚忍号行驶南极海域后，船只被困海面，受到了冰体不同程度的挤压，船体开始出现了裂缝。28人被困海面近10个月后，船只完全被挤压变形，海水开始涌入，沙克尔顿只得下令弃船。接下来的5个月，他们在船旁边不远的大块浮冰上扎营，开始了绝境中生存。此时帐篷外是零下40摄氏度的风雪和雪地上雪橇卷的尸体，许多队员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冻伤。坚忍号也在1915年11月彻底沉入海底。1916年的4月9号，浮冰彻底碎裂，队员们紧靠着3艘来自坚忍号的救生船逃离到了海上，重新出发。在海面上行驶了9个昼夜之后，他们终于登上了荒无人烟的向导。此时距离他们出发已经过去了1年零6个月。因为向导是一个远离商船航线的孤岛，没有任何人会路过向导。但沙克尔顿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从中挑选了5名最强壮的船员，乘上最大的救生艇，仅凭借航海经验和运气，在气候极端恶劣的海上行驶了16天，向南偏东横渡了约1300公里，冒着风暴抵达了南乔治亚岛的哈肯王湾。由于风暴上岸地点错误，沙克尔顿等人不得不在补给极少、精疲力尽的情况下，徒步翻越了整个南乔治亚岛山脉，才抵达了东尼斯捕鲸站寻求帮助。但因天气恶劣，暴风冰雪，始终无法靠近大向岛。后来沙克尔顿到了智利蓬塔阿雷纳斯，向智利寻求帮助。智利借出了耶乔号蒸汽船，在8月30号经历了第4次的尝试，终于找到了一条从浮边上穿过的线路，发现所有22个同伴都安然无恙地留在岛上。就这样经历了700多天，所有的探险队员都回来了。虽然有人严重冻伤，有人终身残疾，但没有人死去，每一个人都获救了，整整齐齐。1922年，沙克尔顿死于心脏病发作，被埋在了南乔治亚岛，他的墓碑朝向了南极的方向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部叫《极地求生700天》的纪录片，围观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南极探险故事。给你们看看这个船能换成什么样子。哇！这是我们的船，换的不成样子。现在全部都是怼着相机在这儿看鲸鱼，因为前面好多鲸，具体有多少难看，那些都是喷气儿的，看到没？那些喷气儿的全是，然后这里也有几条喷气儿的，哦，看到没？那儿全是喷气儿的。哪边呀？那边。我不想只看到喷气儿。我们遇到了鲸鱼风暴，但是我们只看到了喷气儿，他们真的只会喷气儿。走囊里这些袋子都是你要吐的时候给你准备的，因为实在是太晃了。The next day， 今天是第9天了，窗外的风景是这样的。还是猪？我可没说你是猪啊！我是猪。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。Hello， 大家，中午好。昨天在床上睡了1天，都没有下游，终于今天又要重新巡游去了，看要去那个周家岛了。后面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，在那一块是有很多男宾的。今天风小，吹着太阳，温度很舒服。我们已经到达了南极大陆的边界点了，马上离开南极大陆了。不知道 GoPro 拍不拍得清楚？看到没有？那边像瀑布一样的，其实那是那个南冰碎了之后一点点从上面下来。本来我们今天是可以登陆的，从这上面走一圈，结果这海滩上全是海豹，所以我们就 cancel 了这个上岛的一个行程。唉。
的生活真好，每天晒晒太阳就是睡觉。看这海滩上躺了一层，那只会走路哎！哇，它是4个脚走路。整个冰上就它了。今天这个就结束了，我们要上床去了。今天就看了2种海豹，然后还有莫代企鹅，再看了一下雪山，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瀑布，结束了。现在还没到吃饭时间，但是我来到了餐厅，因为在船上每天都吃西餐嘛，然后也不辣，主食都是很咸的味道。我好馋辣的食物了。然后在我上飞机之前，一个粉丝小姐姐给我送了几包螺蛳粉，我刚刚就端着这个螺蛳粉去找厨房了，厨房说可以做，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，给你们看看，我把酸笋给留下来了，藏起来了，我怕他们触到他们厨房。哇，这是我的螺蛳粉，还有我的室友，我们终于在船上吃到了一碗螺蛳粉，好棒。螺蛳粉，不枉我泡了1天的粉。5分钟就煮好了是吗？它这粉很难煮。对，我家里也有，而且我觉得那边还甜，真实的吃播。